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日、周一中午12点尊享《我家那小子2026》正片双更 ，SVIP 额外抢先24小时看下集，更有加更版《小子的生活日记》等更多精彩衍生。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哎呦，这么重磅的邻居吗？我天！好的美食不用介绍。嘉哥感动了是吗？爸爸的你这个嗲嗲。吕岩能脱单吗？我也太惨了。什么？我就要在我家那小子正式征婚。阿姨一下坐直了。海涛是一个你不能跟他深交的人。我没有给你带礼物，不用，不需要。但我给你书带了。刚刚我说那张老脸，人总有老的时候。老了也是法拉利。对，什么老的也是法拉利，他老的是拖拉机。让我成为你的二婶，我们联合把他架空。啊！能直接这么播的吗？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的。我对不住他身上有多少？你是法定代表人吗？公司员工多少个？你管他们吗？你不管。你是个被架空的总经理，亲。犀利。最好的销售渠道是他吗？你夸我就会死呀！我不太喜欢那样的工作环境，很沉闷，很沉重，说大家都只是抱着冰冷的数据。那其实你真的不适合制造业。对呀，工作的感觉带回家里特别吓人，特别压抑。我中间其实有谈过，但是非常不顺利。在谈感情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他在我心里就是特别无瑕的，那么我就配不上他。叹为观止。哎呦，别客气。酒店。哦，吕岩。难得的酒店场景。外地工作。难得有那么胖的小子。壮士，咱是壮士。那个，我到长沙了。怎么说呢？然后咱们今天要不要一块去吃点东西？气泡音攻击谁啊？我最近不是也一直在吃东西吗？然后他们跟我说你是美食活地图，所以过来求助你。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还有点开心，笑着去录这条语音呢。过年期间呢，我和齐思军开始全国巡吃。分一个。哎，刚刚那个不是给我发的，就是我俩春节期间，我俩去了4个地方。吕岩给小齐发气泡音也是蛮奇怪的。粉丝先吃啊！好了，比划得了。得嘞。我和小齐过年的时候吃了4个省。山东、安徽、山西和北京。他是给我直接打电话过来。这一站就来到了长沙，在长沙这个地方，真是因为吃的太好吃了。确实，长沙美食。正好我还有认识的这个长沙的，对这个食物非常有见地的，一切都告诉着我，你可以在长沙进行一下这个活动了。我说太好了。12点见，我发地址给你。好的，好嘞。哎呀！哦，李三。我前天晚上刚去吃，干拌的好吃那个。对，我就干拌面，我就喜欢吃拌面。哇妈呀，这料头！哎呀，那个码字，绝子，他家无限量加面。要不这看完就去吧，就很近。已经放光了。褐色喂马吗？那个，你给我推荐上，就是一吃粉吃面。面吧。吃面。干条是我们家特色。行，你按您说。可以吗？可以，3份不一样的。来3碗是吗？他不会是自己去吃3份？哎，好。后面还有小菜啊。好，哪里？好。右手角落。好，谢谢啊。
尝尝。啊，是。在等呢，我以为他自己吃3份。这么。哦，2个人。哇，好帅的亮相啊！哎呦，这么。哎呦，这是我的中国好邻居。孟晨和李佳琦。哎呦，这么重磅的邻居吗？对。哦，我脸都红了。我们不是那个视频通话过吗？通过小齐。哎呦，你别说，我都忘了。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跟别人视频通话呀？跟我也通。对，就是上一次我跟嘉哥、孟晨年前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然后跟吕岩打的视频，就约好说后面找机会一块吃饭。对，我点了3个面啊，真的？你点了？你点了？我们信得过一个外地人？不是，我们点面我有吗？我自己的套路，然后我让老板推荐一个3个，真的。哦，那我倒要看看你给我点的是啥。哎呦，你点好了，激动的我眼泪都出来了。哎，3碗面。对，然后我们现在对在直播吗？对，食不言今天的突击直播，食不言，请坐。我们还得参与一个直播，这个权益完全没聊过哈。一来了就给我整哭了。嘉哥感动了是不？辣的吧，嘉哥？不是，是迎风泪。冷的。哎呦，女生在中间吧。行，没事，孟晨在中间，不是，他是食不言，你在中间。别人一打开食不言，我在中间。那就太棒了，真的棒。我不是孟晨，你在中间。你中间，他。情商真的很高。我们已经开始啊，直接直播了。大家好，我为大家介绍今天食不言的重磅嘉宾，嘉爷孟晨。嗨，宝宝们，我是维嘉哥。宝宝们，我是 Sam 老师。Sam 你好 ，Hello。专业2位。今天是孟晨推荐的一个夜宵店。对，这家店是夜宵啊。对，它其实24小时营业。哦。我每次活动结束、晚会结束或者直播结束之后，我都会来吃的一家店。满满的仪式感。对，而且你知道吗？对于长沙人来说，每天早起啊，就是一碗粉开启新的一天，太爽了，是不是？叫醒我们的就是此起彼伏的嗦粉声。是的，而且就是因为尤其是冬天，大家嗦这碗粉才有那种很暖的那种开启一天能量的满满一天的感觉。他插不上话了。不是，是因为他想吃了。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咱们能吃了吗？嘉爷是这样的，这一份面啊，远远没有到我就是吃饱的程度。你这么能吃啊？哦！我天哪！好吃吗？好吃，这真能哇，吃。这么快吃的，我一回头快没了。这很好吃，谢谢嘉哥。麻辣牛肉还可以，一会儿再点一份你这个。哎，加一份吧，要一个过桥的麻辣牛肉。什么过桥的？过桥。哎，过桥的什么意思啊？是马路对面做完了就送过来。不，过桥就是这个盖在上面的码子单独拎出来叫过桥。这里你看，它是免费加面，眼睛都亮了。无限量，无限量。面免费，点一碗面，然后你一直吃，一直加面，一直加码，一直加面加码。不是我来的。加码这个不行，这个是要钱的。你别给我加码了，你。这有点太好吃了，孟晨。我给你那个叫了一碗粉儿。好，我把这个面2口8完。哦。那吃的好有食欲，我都馋了。他嚼了吗？嚼了，一点都不形象。我天啊！其实吃饭就应该找这样的搭子。对，好香水啊！你吃太干净了吧！令人震撼的。我找点纸巾。它确实跟我们的赛道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介绍美食，这完全是吃吧，它是纯吃。我觉得好的美食不用介绍，行动证明就吃。我再点一个干的哈。第3碗。哎，待会儿还要去小吃街呢。小吃街有肥肠吗？你给加个码呀。哦，加一个肥肠码。对呀。你说肥肠过桥啊，肥肠过桥。不，肥肠过肠。肥肠过肠。直接扔里边就行。倒。倒吧。哎呦，
这样倒吗？碗也给你了。哎，不用，没关系，没事。没拿稳。那个大妈觉得，吕岩应该碗也吃得下去。他把整个碗都扔进去。紧张，你知道吗？就跟有一次服务员就过来说：“嘉哥，给你蘸点茶。”没有一滴渣在茶杯里，一直在抖。结束了以后，茶字是一个圆圈，为什么？我就拿着杯子，我说妹妹。我说你倒是倒啊！还好不是那种功夫茶，你知道吗？这个对于你来说是功夫茶，你要接。真的太好笑了。一会儿还有吃小吃，好开心。对，那个小吃一条街有很多好吃的，糖油粑粑、葱油饼、卤味、卤香干。刚才那个嘉哥到了以后，我们那个小面馆都轰动了，所有人就是那一瞬间变成了对脚，哦呦，脚骨。我们这边喊那个长沙话嘉哥，脚骨。对，脚骨。哎，梦神呢？焖整。哎呦，焖整真的漂亮，我好高，我比李伟就要高一撮。真的有人说吗？我听懂了。哇，那你很厉害！我第一次来长沙的时候，我感觉像到了国外，我说每个人都在说那种听不懂的话。我喜欢看解放西啊，守护解放西，解放西全是长沙话。对，是都喜欢看。守护解放西热播的时候，我带了不同的艺人，夜里2、3点去解放西那个派出所门口打卡。你的宝宝到底走掉去了买菜，到底走哪呢？来去了小佛，是个字吧？就是长沙人。你说了我们是长沙人的 rap。哎，等。哟，爸爸到底走个调去了买菜，到底走个哪？不许打破这个大圈子，打破这个好快乐。本来是个民谣，一声唱成 rap。以前的老长沙，那边天心阁。以前的老长沙就是这里。哎，这到了杜甫江阁是吗？杜甫江阁啊，杜甫江阁那儿。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很多那种穿着汉服的人在这里。哦，好多穿汉服的，我看到了。拍照了。到喽。老牌的美食街了。哇，好爽！看着像成都的小吃街。对，小吃街。对。天哪，这个一看就很地道。糖油粑粑。这就是一路吃过去吗？对。哇，烧辣椒。哇，雷辣椒。饿了。哎呀，这个好吃，看着。哎，这个应该是早市，对吧？哇，要先尝一下吗？搞一个不？搞一个吧。搞一个啊。糖饺子。对啊，这个糖饺子、葱油饼。那个是那个春卷。哦。你们吃哪个？糖油粑粑。要一个春卷，要一个葱油饼，然后再要糖油粑粑。拿着吃就可以了。这样不如我先吃为。忍不住了。好，来，着急。他真的好喜欢吃，往那个接着吃。喜欢吃的人是愿意享受生活的快乐，对，我觉得是。对，脆吗？大碳水，真是好有食欲，它就特别有食欲，吃啥都有食欲。好幸福。太好吃了。这太好吃了。它里边是年糕，外边一层都是焦糖的。是真好吃。你看这些菜，我的妈！哇，肉丸子。哦。忍不住了。啥都喜欢吃。所以我满满的童年回忆。哇，吃吧。哇，这个锅气。还有锅气。哇。那吃着饭好有食欲。啊，这就是捆鸡的原型，哎。捆鸡，它是猪的小肠扎在里面。米粉看见没？哎，这个也好吃。辣是不是？江西腊肉太香。萍江三鲜最好吃。这是咸菜汤儿，也是猪血丸子。这是邵阳的特产。大哥现在正在这如数家珍一样的。是啊，因为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这都是我们太幸福了。我们放学就会在这些摊子面前，这里吃一点，那里吃一点，然后再回家，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对，回家就吃饱了已经。对。回家陪我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喜欢你。谢谢。你看看，好瘦啊，身份证。我也脸儿好小，真人更瘦。什么城？怎么才能？你没讲啊？听说？来耶！哎呦，真的逛一逛好治愈，这里就那种能量感很强。对。哎，小杰，我听说吕岩很护食是吗？哼哼。很危险，很危险哦。两种情况，他来长沙的前一天是我们在曼谷，就是当时是我们去了一家非常好吃的盖码饭的店，然后呢我们在拍视频嘛，我就粉丝先吃，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在视频画面当中捕捉到吕岩就盯着那个饭那个眼睛啊，就在盯着猎物一样。蟹肉炒饭，巨牛，我拍给他们看一下。马上。然后这是一种情况，就是他着急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物世界》，狮子在吃东西的时候，猎狗在旁边巡视着想捡漏的时候，狮子一眼瞟过去那种感觉，那个眼神能放光那种是吧？然后他会威慑旁边说：“干嘛？”如果说他在吃的时候，你就突然过去让叨一口，叨一口，就让叨一口，叨一口。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对食物的尊重和守护，绝对不浪费食物啊！你还能吃得进吗？我可以啊。那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天哪！我俩录完这个之后一起去滑雪。单板双板？单板，都是单板，厉害。嘉哥滑雪特别棒，然后一到冬天就组局。我刚刚还问了，我这儿有个答案之书，我还问他呢。我说我这次去能不能就是丝滑换刃什么的，然后就是滑得很好。他就说不要自找麻烦。哎，我试一下，我问啊，那个吕岩，你要拿你？OK，这个吕岩能学好冲浪吗？你会失望的。好毒的答案之书。看翻译成，今年会脱单吗？吕岩会脱单吗？哦，提阿姨问的。先煮后刺哦，什么意思啊？先把工作忙好，再想这个事儿吗？那就是不会脱单。哎呦，完了，脱不了，完了。你要不要再问一次？我试。2026年我能脱单吗？发挥你的想象力什么意思？纯想呗，就说想想就行了。发挥你的想象力，就是让你努力去寻找，然后就一定会脱单。主持人的嘴，只要你想，他都是会给你一些模棱两可。你快问。这个有种很准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吕岩呐，再问一下，你再问一个，我这玩意儿真有这么准吗？吕岩，明年能脱单吗？不，发了个啥？什么？不，他都是会给你一些模棱两可。这个真的很坚决。阿姨一下坐直了。啊！妈妈真的心疼了，现在妈妈真的崩溃了，命好苦的感觉。答案之书说我可以不回答吕岩脱单的问题。今天我就要在我家那小子正式征婚。高级到喽！这家店是我泽林、张延琪我们之前非常喜欢吃的店，然后我们带梦辰去的。坐。这是我们自藏很久的。你好呀，我要点香干、腰花，还有芋头，非常好吃啊。还有什么好吃来着？这个木乃伊是认真的吗？叫木乃伊，它就真叫木乃伊。是的，岳阳那边的。这店就好吃。那就点一个苹果木乃伊。那行，那就先吃着这些菜吧。绝对够了。
哇，全点了，哇，就馋了。天哪！哎呀，这个鱼那个醉鸡拌到饭里贼香，真的是都是美食家。又开吃了，友们，尝尝。尝一下。哎呀，这集安排的这个时候太合适了，看完就开饭。这个好好吃。这吃下午你该吃胖了。能享口福也是有福。哇，你眼睛都亮了，好好吃。看他吃饭，也是一个挺幸福的事情。是。哎，你一般找美食是怎么找？就是如果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话，是这样的，有特殊的技巧。我先说我的小技巧，我看差评，只看差评。只看差评。然后呢，你怎么看呢？首先2个选项，一个是恶意差评和真实差评。对，我们想办法屏蔽掉那些恶意差评，在真实差评里面找他们挑的这个店的毛病。对，就是最不能接受的。如果一个店里面，比如分不高，但是差评全都是卫生条件、服务态度什么之类的，那这店多半是非常好吃。对，学到了。我还会看这个点进去，我看他那个实际的店的照片。这个店好不好吃，它的招牌就能看出来。怎么看？有一些就是牌子，它做出来以后，你就一眼看过去就是好吃的。有什么特征？你一看就是个牌子就好吃吗？还是只是凭你的主观？首先，你这个招牌的颜色，这个颜色食物就是可以吃的颜色。我们很少见过饭店的招牌的是紫色呀、蓝色呀。蓝色会降低食欲。基本上都是那个在我们的餐饮中会看到的颜色，红的、绿的。对。哎，这挺有意思，好厉害。哎，你做饭都是做啥呀？我就比较厉害了。哎呦，我喜欢做饭。我其实擅长的是西餐。哇，西餐，从牛排、鹅肝这些东西。中餐的话，我会做，我擅长川菜和鲁菜。鲁菜厉害。哎呦，哇，你这菜系也太厉害了吧！已经升维开始聊这个事情。而且我们都是说某一个什么红菜苔炒腊肉，他都是说到的菜系，川菜、鲁菜和西餐，直接是用菜系来。你会做饭吗？会啊。擅长吗？没有擅长，但是会。那平常你们在一块儿谁做饭？我做饭。那他吃了饭以后会给反馈吗？会给我情绪价值。那你们就没有过那种想法上产生分歧的时候？怎么还 Q 感情问题？脸。我跟他只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产生分歧，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非常非常包容我的，因为他都觉得，都不是什么事儿。那你和海涛老师第一顿饭，就是第一顿饭，单独的一起的，他是不是取经啊你？可以，应该是学习了解。不用想。我就是能脱口而出。哇！为什么现在记得这么清楚？因为他给我包了虾，他是第一个给我包虾的男人。哇！我他第一次吃，我就觉得他好绅士，好细心是吧？你问他，海涛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而且他私底下是属于那种话特别少的男生。问陈志友讲海涛的时候，整个状态最认真，很认真。对，明白。就海涛是一个你不能跟他深交的人，你跟他深交在一起久了，你会爱上他。哇，我也会吗？张嘴就吐槽啊，你。怎么说？所以你的感情是？怎么跳的突然要这样？我没有，我就单身。你单身了多久啊？我中间其实有谈过，但是非常不顺利。非常不顺利，是多不顺利？如果聊这个，就不得不聊到我那个阶段的我的那个状态。去北京的时候是破釜沉舟的，我在成都去北京，把成都的什么东西都放下，放手一搏，然后整个过程中就一直处在跟人斗争，让自己不被淹没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呢，你就没有办法松弛下来，甚至说没有办法把太多精力放在别人身上，就没有办法好好谈朋友。而且还是异地，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然后工作上、时间上的，然后关心程度，而且我也没有办法给到很好的情绪价值。我其实一个不是特别擅长，生活中不是特别擅长表达的人，
在谈感情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自卑的人，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但凡我喜欢的，我都会觉得配不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我喜欢他，他在我心里就是特别无瑕的，那么我就配不上他。但喜欢一个人就是会变得卑微的，你喜欢任何一个人，你都会有那种感觉。你工作愿意迎难而上，但是感情为什么不愿意呢？你先迈出那一步呢，也许就不会像你发生的那样，就想象中的那样了。先谈着呗，先做着呗。我在感情上非常主动，因为我觉得你认定了一个人，你就是要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如果你考虑的太多了之后，你就可能会失去一段原本会属于你的感情，或者是真的是很好的人。说你呢，点你呢，你就是想太多了。真的有时候真的不要想太多，自信要建立好。就是你要相信很多人是会欣赏你，也会喜欢你。我舞台上我是不，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因为你生活当中也会足够有趣。你在舞台上的这些东西，不就是你生活当中默默记来的吗？学习来的吗？或者是衍生出来的吗？你为什么觉得只有专业上我可以吸引别人？我如果离开专业，我就没有人喜欢。这一点，我觉得要慢慢的去把这个边界把它模糊掉。因为那也是你的一部分。对呀，嘉哥好会说。生活当中的你，就是还是很多人喜欢你呀。对呀，要有自信，而且现在那么多人喜欢你。哎，那你说一下嘛，你喜欢什么类型？可以做表情包了。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真的。比如说我喜欢的长相张凌赫。张凌赫。对。但是我嫁给的是海涛。这件事杜海涛知不知道？他知道，他支持我，就包括我喜欢谁，他都会支持我。那他跟张凌赫还好吗？关系？挺好的。他有张凌赫微信，他挺好的。所以说理想和现实，就咱们要分清。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现实很 Q 弹的。就带了我们的话题词一起来。真好，你谁说的？打包吧，走吧。拜，开心。这一天，这个寻吃也是千呼万唤来到了长沙，吃的点都非常棒，的确吃到位了啊。他那年跟着那个库腾回老家，吃了30多个包子。我感觉是正常的，能吃倒是还好，别吃不健康。能吃能消化，能吃是福。哎。吕岩是头一回聊自己的感情问题，其实看得出他还是挺想脱单的。阿姨知道这事儿不？他有没有跟您聊过？也聊过，因为他谈过的对象我都知道。而且他谈过的我感觉都挺满意。这个东西我也不怎么催他，你看他这性格，催也没用。阿姨，我赞成你。你赞成的真的是阿姨吗？赞成的是内心的自己。但是呢，不催不代表不关心这个事情，也是很希望整个家安定下来。但是呢，这个东西还是随缘吧。那有没有给他介绍过对象？也有，我问了他，他说：“哎呀，那不可能。我们这个行业相亲啊，根本成不了那意思。而且慢慢的，他这个性格好像是，怎么谈都不会谈了，我感觉他就好像不会说话。”我不会，就是怎么让就是交流这个感情。但其实是工作节奏，你也没办法说和人家那样相处。对，我感觉李岩就是碰上欣赏他的女孩，可能这个问题就对。互相欣赏，就是合适的2个人应该是在一起的时候，自我都感觉更良好了，都觉得自己更好了。他其实总会遇到能够磨合到一起的。我们都已经在节目里面正式的向全网发出邀请了，这是他上我家那小子的原因吧？欢迎大家推荐。互联网上有一些说话，比如说什么西装是男人最好的医美，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样的表达认可吗？或者说你们认为有哪些好的品质是真的可以称得上所谓的男人的医美？我感觉是幽默。对，我也同意。幽默风趣确实是男人最好的魅力。本来死气沉沉的场子，如果有个人很幽默，这个场子呢感觉会亮很多。对，
我有个观察，就我觉得我经常看小齐，我觉得这个点让我有这种感受。首先，小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帅哥，对，是一个你会觉得很有距离感的帅哥。啊，有距离感吗？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吧，风度翩翩的帅哥，会让你觉得啊，生人勿扰。哎，对。但是呢，小齐他经常在一些地方冷不丁邦邦就是2个梗，而且很多梗就是大家苦笑的那种梗。但是他经常释放这种幽默，你会觉得他像一个调皮的小男孩，会确实起到一种减龄的效果。减龄。我只在意到了对我的梗的评价是让人很无奈。小七不仅限于这个帅，是幽默。我还是会坚定不移的邪门到底。那不管怎么样，这次吕岩带咱们长沙寻吃，然后和我们非常亲密的2位朋友，我们的梦辰还有我们亲爱的嘉哥，从怎么挑选好店到怎么来挑选人生的伴侣，我们也看到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人生进程，然后在吕岩的这个人生进程当中，他都在思考。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他心里面满意的那个标准答案，毕竟答案在自己心里，不是在那本书里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吕岩的寻吃继续吃下去，去到更多的地方，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跟着享口福。那刚刚我们一起看完了吕岩带给大家的长沙寻吃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这一期石头带来了怎样的惊喜。但是在开始之前，咱们石老板二叔先带来了一份他精心准备的惊喜。因为正好是母亲节，所以给各位阿姨送几个。哇塞！我们用我们的毛巾包的玫瑰花。谢谢，有这个用心。来，太感谢了，谢谢。哎呦，好漂亮！哇塞，好别致啊！女生都有。哇哦！啊，小熊，谢谢。哦，这也是毛巾啊，好贴心的二叔。谢谢。非常贴心。用这个杰利亚的毛巾专门做的玫瑰花和小熊啊，然后剩下场上的3位男生，我们就用杰利亚的毛巾来擦擦眼泪就好。羡慕的泪水。那么各位收好这份温暖的礼物，然后呢，就来看一看这一次的石头又带来怎样的生活啦。本节目由长得胖胖、吸水猛猛的杰利亚周抛绒绒巾1周1换更安心赞助播出。在这个节点送毛巾是有安排的，太明显了。喂，你好。好的，谢谢。怎么还咳起来了？有点虚啊。太虚了。是不是打篮球以后？对。啊，累的，腿直不了，腿打不了弯嘛。这么累？垮掉了，昨天高强度拉练。这是二叔，你看。Hello。哦，好久不见，姐姐。你起床了？我捯饬好了。你不是要见那老头吗？扎心啊！我也想哭一会儿。对，刚刚说了你的毛巾，我们一定说你好话。进来哭一会儿。那我们先去公司见老头，然后后面你想去哪，我指哪走哪。好的，那你就做我的一日司机吧。好的，没问题，是我的荣幸。这么活泼的对话，好小孩。那看看今天我会不会给你一个5星好评？放心，5星有点少了啊。一会儿见，拜拜。拜。哪个姐姐这么会哄呢？是啊，哪个姐姐？喂，我叔在公司的呀。你叔现在不在，他那个2点多到吧。然后他今天几点钟要出门啊？他今天4点要出门。What？ 出门吧，就4点有事情，有那个客户过来。哇哦，跟他约时间真的是现在连侄儿都要排那么满档期，你觉得这很像话吗？那2点到4点让他空出来啊！我有朋友，就是有朋友推荐他，引荐他认识一下。推荐他认识一下。大概2个小时吗？1个小时会比较好哎，好累啊！那样的话就3点到4点吧，要不就。哇，真过分！好，我知道了。OK。好。好的。好，拜拜。叹口气，真过分。
Here we go。姐会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内饰灯光想想看，给她调一个。啊，好细心。这里 Hello 啊，这声音真好熟悉啊！熟悉的声音。Hello 啊这里，Hello 啊，哎呀，好美！我是罗思远，是一名律师。哇，在看电视剧，好有气质。内幕交易案件一直是占据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没想到是吧？原来经常在我的左耳边出现，在我的右耳边出现。他说姐姐是哪位姐姐？就是2025的姐姐。姐姐好久不见，哎，瘦了。对，小礼物，这谢是谢我们家新的 IP， 叫做白月光。我没有给你带礼物，不用，但我给你书带了，天哪！天哪！请坐。谢谢。全都在逗小孩，特别有意思。你看，认识的契机是在一个偏向于观察，也是偏观察类的一个活动里面，节目里面。然后上一次他问我，就是我家那小子是否感兴趣，所以是刘律引荐了他跟导演组。关键是他上了之后，他没告诉我，然后也没告诉他叔。姐姐上次跟我说想见一下老头子，今天就满足他一下。不行，我要拍一个你跟你叔的那个视频。好嘞，没问题。就是，对吧？你怎么说的？最近我找了个司机。最近新招了个司机、我刷到了。石师傅。你好好看哦。哎，你也新招了个司机。最近新招了个司机哦，大家看帅不帅？帅不帅？帅不帅？同款的是不是？同款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我找了个新司机哦。对。哎呀。没有回关我，你知道吗？哇，好直接。这个你检讨一下。这个我检讨，我深刻反思自己。你知道我们多久了？我深刻自我反省。你一直没有发现是吗？我深刻自我反省，不是，主要是我账号我自己，我平时不刷，我现在平时不刷。你账号是交给团队是吧？嗯。那你自己做什么？你自己做内容还是做选题啊？我主要就是配合他们拍摄做内容，然后选品，包括与新的 IP， 像这个白月光和男朋友，我就特别喜欢。我是觉得把公司一个新的 IP 推出来，可能比整个打包一个货款更有价值。我觉得。二叔同意吗？长大了。你一直刷我说那张老脸，人总有老的时候，但是品牌和 IP 它不会老。老了也是法拉利。对，老了也是法拉利。法拉利还是法拉利？什么老的也是法拉利？他老的是拖拉机。真的非常感谢刘律推荐了石头，这样的话二叔才能坐在我们观察室里。原来石头是垫脚石。这么个石，原来是石头，时刻透露出一种男儿的气质。我看到你要摩拳擦位之后，网友的那个弹幕，说让我成为你的二婶，我们联合把它架空。其实这事儿吧，早就想这么干了，但一直苦于没有这个机会。就是你帮我想想，真诚合作，该架空他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的。慢点。先去我办公室吧，我书好像还没好，这会儿应该。行。哇，一大片棉花，它是真棉花做的。哇！背景墙是我们新疆的工厂，然后那边是我们的工位，这一排是我团队，然后后面直播部门、选品部门，还有那个一部平台的部门都在这儿。其实我之前有点想把我办公室搬到那儿去，挺好的呀。但我的员工不让。为啥呀？他们说这样子的话。天天看着就没有新鲜感，看着烦。来，欢迎光临寒舍。你办公室好冷啊！有点冷。不好意思，来。好冷啊，好冷，我的天！因为我很怕热。
你先 P 一件，先 P 一件，先 P 一件。那天杭州大概也就10度哦。你看他穿的啥？火气旺。哎，你们是不是有个号我刷到过，叫毛巾小助理还是毛巾小保镖？那个是我叔的外甥女。她外甥女的话会跟她比较跟得多一些，因为她现在算是从总助变成了总裁了。不对啊，总裁不是你叔吗？对，但是杭州这边分公司的也有，我是这样的，总经理跟总裁哪个职位高点？不一样的吗？一样吗？总经理跟总裁？现在都在问吗？那应该还是我高点，关键是一个公司的吗？还是母子公司关系？我是子公司的。然后公司员工多少个？200来号。200来号，就是把直播间的都算到你这儿了。对。但是你管他们吗？你不管。我不管。你是个被架空的总经理，亲。也没那么空吧？我给大家赚钱啊。你有总裁办公会吗？没有。就是总裁不会说我直接销售的利润，销售是其中的一个部门，你是应该做管理的。我没有。我没有。所以只是给你一个名头。犀利。对。坦然的接受。我跟你说，你是法定代表人吗？不是。啊，那还好。就是不至于万一出了什么事之后让你负法律责任。我至少不让我背。所以被架空了吗？在你面前，他像个新兵蛋子。我也觉得。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权责相统一，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有没有可能就是有权利但不用责任的那种情况？那我也挺好的，因为现在我就是从第1年开始自己还要靠我爹养活。前年养活的团队养不活自己，去年我养活的团队也养活了自己。不至于吧？我赚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了。我跟我叔的那个直播带货都是霸王条款，我拿1%的佣金。我为爱发电。是这样的，主要靠商单养活自己，就是商单人家做生意嘛，都一个鬼精的，他们光有我不行，一定要我叔那张老脸露出一下。那我觉得你的自媒体可能需要去你二叔化。去你二叔化，我骂人的意思。得亏是二叔，不是其他的一些称谓。当时我还不认识你，然后我的运营就在帮我找你的资料，然后说大家都特别爱看你二叔，就是我的运营就一开始就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到我。我不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一期里面如果没有你二叔，你评论区会不会有很多人说想看你二叔？肯定会，都会问我二叔去哪了。所以你的内容产出可能需要你自己的 IP 更加的浓度更加多一点。我明白，但是我不太喜欢那样的工作环境。就比如说像我老爸和我叔一样，他们开会就是说大家所有人都坐一块儿，然后很沉闷很沉重，说大家都只是抱着冰冷的数据。有这个小动作，那其实你真的不适合制造业。对呀。你如果不喜欢制造业，那你就不要走这条路。他确实走了别的路哎。我如果完全不管这些事情的话，那其实家里的压力就是会变多嘛。会吗？他老是要继承家业。老妄想是吧？对，不妄想真治好就好。建议不要妄想。其实虽然我进了公司以后，他俩越来越忙了，但是我觉得那终归还是帮公司做了很多推动的事情，对吧？帮他们分担了不少压力嘛。肯定是啊，你做了很多的，因为一个企业你想要活得长久，你上面得有人，底部也有人打基础的，对吧？一个树嘛，老爷子是树根，我老爸是树干，那我叔叔是往上冲的那些枝叶。那我可能就是说，类似于就是说，把整个维护整个树的上下串通一下，我就像螺丝，就是那种螺丝钉啊，那种上下串联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身份也定位也可以啊。一棵树上怎么会有螺丝钉呢？到时候如果哪一环出现了空缺，临时顶一下，我可以顶上。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种方法。看树皮，上下供给营养。好玩，对吧？吐槽都已经吐完了，简直就是我的嘴替。那你开始做办公室的时候，还给这个石头的这个自媒体出了建议，去二叔化。当时你怎么想的？就是给这个建议呢，是因为我自己看他这个评论区吧，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大家都在问，哎呀，二叔呢？甚至是我跟他发的那条，然后我就说帅不帅，帅不帅，帅不帅？然后评论区全是他二叔更帅。
哎呀，二叔承认了是吧？暗爽，他在暗爽。没有。没有。所以我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我感受到的就是两个人捆绑得很厉害，包括他一个非常出圈的作品就是《毛巾帝国》那个情景剧，它的第1期全网播放应该是超了1个亿的哦。但是我在想，一个 IP 如果要走得更久的话，它可能仍然要有这个系列，但是可能要有它自己的一些东西。互联网有些时候就很魔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我的流量为什么好，大家为什么这么评论，但这个我们改变不了。你不照镜子的吗？我再推一下他，太过分了，怎么能让你等那么久？开起会来就是这样。啊，他客服好了是吗？那我来骚扰他了。好嘞，那我带姐姐上来了，让她洗干净脖子。让我们看看。叔叔有点油，你要不稍微擦把脸？Hello 啊 ，Hello， 金总。你好，第一次见，是吧？对，我们上一个综艺不同期。对。对我第1期，对你第3期。对的，坐，随便坐。您从哪里过来啊？我是在上海出差，但我 base 北京。平常在北京。平常在天上。到处飞。对，之前200多天，后来就减少到了150天吧，差不多。200天在坐高铁，在地上跑。你要石头多跟你学习一下。这都能拉上我。你们俩才有共同语言，你们俩都是 ENTJ。你不了解你二叔，我看到的也是 ESTJ。对。这个东西是会变的啊。他的面相，你的直觉和你的职业告诉一下我。面相。我对付他身上有多少？好直接的明眸啊！好直接的否定啊！什么问题？我没听清楚。不重要，你听到你又要笑了。哎，你当时从英国回来，然后你开始做唯品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契机是什么？是你自己想做，还是家里喊你回来？我自己想做。也10年了，这一下子。对，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你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你想干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刻板的不懂啊。但是我看你们线下店少哎，我这次来杭州，我还说你们有没有线下体验店，我昨天可以逛一逛。杭州只能是在那个商超里面，或者是在那个卖场里面。整体我们还是这2年的发展还是以线上销售为主，线上增长会比线下快得多。你们现在盈利最好的是什么？我问的是产品。哎，盈利现在最好的销售渠道是它吗？你夸我就会死呀！盈利渠道最好的现在很难讲，还是经销商。这个有那么多核心的大的经销商，也是基于我们的品牌战略嘛。那我们前置在央视、在卫视，包括现在少爷那边，我们那么多的广告投流费用，无非也是为了让他们做得更好。那我们的利润肯定也就是来源于他们啊，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嘛。我夸你了，你听到了吗？我没听到，没有很直接的听到。这句话是一句复杂句。对，因为你把它放在了太多里面。对。你看刘律就听出来了，孩子想要认可。哎，我还好了，其实是他们，我脸皮薄，你也知道的，对不对？你看看你后面那个玩偶，跟你像不像？这又是什么？哦，菜狗。跟你像不像？又菜又狗，就是。这么一个像啊，这样的又菜又狗。你带刘律去哪里吃好吃的了吗？我准备晚上带他去吃一些，就是为杭州的一些餐馆挣一下米。美食荒漠是吗？对。那你俩有加联系方式吗？我们加个微信。好。下次来北京找你玩啊。好。OK。好的。好。咱们北京见了。谢谢，北京见。拜拜。拜。北京没见，长沙见了。现在长沙见了。跟他聊是不是就聊工作？真。对，跟他聊就会很自然的聊到工作。不聊工作聊什么？聊育儿吗？嘴太毒了。我也在想，我跟他除了工作之外，我跟我爹和他最大的一个比较烦的一个点，就是我跟他们待一块儿啊，就会没办法划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是吧？想跟他们聊点别的吧，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中国式父子之间就是这个跑不脱的一个点。出发。让我们见识一下杭州的餐厅。
你坐这儿，姐姐，你坐这儿，你坐这儿。肯定是你做主位，虽然我不知道主位怎么分辨啊。菜单麻烦再拿一份过来，我看一下。真的挺乖的，乖的，在我面前很乖，感觉现在能吃下一头牛，但我眼睛大肚子小。啊，你不吃香菜是吧？我不吃香菇。哦。你看你要喝茶还是来点茶还是什么？菊花吧，因为我其他茶喝了不睡觉。啊，来。还好吃饱了现在。尝一下，鸭舌。鸭舌。我很好奇男生家里的父子关系是咋样的？我老爸呢，他在外人面前，他是非常的善于表达和，就是他能把浙商的那个气度给展现出来。但在我面前呢，他会，怎么说呢？他会弱下去，他会显得有点局促。为什么？我不是夸自己啊，可能是因为我太懂事了。确实是不太会表达，他观察的是对的，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太懂事了。所以说他反而不聊了，听不下去了。其实真的的确，我相对而言没有让他费太大心思。对，真没有让他费太大心思。没人管他吗？没人管他。那个时候他也是上升期嘛，快速。我的童年在公司的上升期，他一天公司待下来以后，会把那种工作的感觉带回家里，很吓人，特别吓人，特别压抑。但我也不是，我也没办法。我们父子俩状态就这么个状态。你也从来没有跟他说再坐下来聊过？聊过，很难很难。但是我们俩都懂。但是我录闺女的时候感受还挺深的。录闺女的时候就聊父母爱情，就知道我爸我妈当初的很多选择原因是什么。我录闺女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发现，就是我爸我妈其实为我做了很多事，但我不知道。明白。当时还挺感动的，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你借着闺女的这个小子的这个机会，你跟家里人其实是可以敞开来聊一次的，感受会不一样。他还是跟二叔敞开聊一次。我家不太行。正常像一大家子吃饭啊，大家不是应该聊聊那种大家子聊天，可能就是难得聚一块就会想着就聊的偏家常嘛，唠家常嘛，对吧？我家不会有啊，他们聊生意。那你家经常聊啥？聊工作，时事、棉花的涨势、棉纱的价格，聊工厂、聊供应链。我家聊这些。你们家不聊工作？律师的工作是保密的呀。哦，对哦。你们家不聊工作吗？聊不了。多荒谬的发言！我觉得需要一个交换家庭。对对对吧？对。你要吃这么多冰啊？这不是，就是这杯子口有点小，不然我放更多。我一般冰块是放满的，火气旺嘛，白羊座嘛。我也白羊啊，我也白羊。你是几月的白羊？我4月的。我也白羊，我是2，那咱们生日挺近。然后我叔是4月10号。4月10号。我叔几号来着？不重要。不记得，不记得。不重要。上一期问了，叔是记得他的，他不记得叔的。我记得啊。对，你记得了。我今天下午应该问一下你叔记不记得哪天生日，然后看一下你们叔侄情是不是就此就没了。我生日他肯定是记得的。为什么？因为我生日要帮他卖货，他是绝对记得的。但他的生日你就不记得了，是吗？我在谁的桌上看到生日策划来着？那算了，不重要。这30多岁的人了，也没必要他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也白羊啊。平时吐槽也是吐习惯了啊。另外一方面，想年龄近也挺好的，就是有人帮你承担这个压力了。你爷爷怎么带你爸的呢？或者是怎么选定让你爸来接班的呢？你爸是长子吗？我爸是长子，他其实更早，他按年龄来算的话比我叔还早。那你父亲当时回来之后也被他扔到过基层，扔到过分公司吗？都是从最基层最基础开始的。然后你爸现在有退的趋势吗？没有。
我觉得我爹在等我。真的吗？他未必在等你，他未必在等你。你看白眼太明显了。哎呀，你干嘛呀，姐？他在等你输成熟。这不是吃顿饭还吃的，还吃不吃得了？来这一套。我觉得你输的速度真的很快，真的很快。真没机会了吗？你想要什么机会？排座位的时候，我坐中间，他坐我旁边那边，那个机会。你说完就心虚。30大寿的时候，你坐中间，他坐你旁边。我家的传统，就算我80大寿了，他也是在中间的。还30大寿，80大寿，他也是在我前面那个位置。真的。他昨天还在跟我讨论着，什么样的今年，因为我也开始被催了。不，我是看到你说，就是你二叔帮你挡了。那个只是网上，但是该催到你的头上的时候，你还是得催到的。你们俩是分开催，还是在桌上被一起催？分开，他是不要好，那个已经是被年夜饭都差点没地方坐的那种程度了。这么惨的，做小孩桌吗？那说到你二叔和你在餐桌上老被催婚哈，你家里人会给你们安排相亲吗？会安排联姻吗？哇，好陌生的领域，好想听。因为我遇到过二代就跟我说，哎呀，他们安排的联姻，然后不喜欢这那的。但你看闵商他们是联姻的哦。他们其实是我得澄清一点啊，人家是青梅竹马，是人家是从小在一块玩，就像你也有跟你的发小们呐。我发小不知道为什么好死不死全是一帮兄弟，我受不了了，连不了一点是吧？连不了一点。要是中间有女生，可能有连了的。对，只能是干爹和干儿子的这个区分了。一个对象。发小全是一帮子男的，连不了一点。好嘞，姐姐，我送你回去。在互联网上，看到他们叔侄关系，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玩梗。能看出来。你怎么评价石头整个做自媒体的这个？作为他来说，帮杰利亚打开了一个局面，因为在传统品牌，我们是40年的品牌，要现在再通过原来的营销模式的话，就未必会有竞争力。但是他在做这个事情，恰恰我们用极低的成本撬动了极高的一个成果出来，所以说我觉得他对杰利亚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的。这些话当面都没说出过口。石头现在可开心了吧？听到了吗？我觉得石头其实对于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和接手这些东西，他不是特别的喜欢。其实我也不喜欢。你也不喜欢？对，我也不喜欢。你更喜欢什么？我更喜欢的是品牌这件事情。说实话，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传统的一个工厂，我也不想接班，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发挥我的优势。那我能发挥的优势，我们把中国的品牌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文化自信的这些内容融合到你的品牌，融合到你的产品开发和设计上面，这个是我感兴趣且我擅长的事情。接班人接的是一整个团队，就是你要传承很多事情，并不是说方方面面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才来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作为我们来说，要清晰的把自己最有优势的部分先发挥好了，然后别的事情你就慢慢的再来弥补，再来完善你的能力。哎，你们家是会有那种家族旅行的吗？因为听他说好像你们家很沉闷，就在餐桌上聊工作这种。每年都会有1到2次吧。我们家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出去玩，你一旦不聊工作，大家就开始沉默了。哎呀，你们家应该要摄入几个脱口秀演员了。小陆老师，那个到时候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那个春节团建。我要加入杰利亚家庭了，接个活儿。因为我有一些客户，其实也是这种家族企业的经营者，尤其是1代哈，他们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怎么让自己的孩子接班。他不想接，他想去讲脱口秀，他想去做演员。那我去接呢？互换一下，让他去讲脱口秀。就为什么很多人他不想去接那个班，是因为对他来讲，就是我如果接这个班，我把这个公司做得很好，我也看不到这是我做的。对，这是你爸爸的功劳，就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或者我是我爷爷的孙子，接不好全是你的锅，就是。对，你在说自己的心里话，对吧？做得好，你的平台好了，对吧？对你的平台好，你的基础好，你命好，做好是该的。对，所以我其实还蛮佩服，包括二叔，包括石头。他们好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这个事情消化掉了，就是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ego， 说我好像要去凸显我自己，而是他会说我就是把我自己擅长和喜欢做的事情和我们这个家族就是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去找到一个结合点。但是石头也说了，就是在饭桌上，就感觉他的家庭当中其实从来没有过那种日常化的沟通。我有一个诛心之论，我就猜的，我觉得他正在改变，他改变的跳板就是二叔。
虽然二叔名义上是长辈，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段其实是接近的。二叔之间的那种相互之间互相，比如说损一下呀，然后打个比赛，然后打个赌啊，他其实就是在借助可能跟二叔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他在学会怎么把那个家里边比较严肃的那个氛围给打破，就是他可能会在这个家族里边引入很多新鲜的、有活力的东西。李老师说的很对，其实我们就做不到像他这种沟通方式，于我们而言都太难了这些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们的4位小子的生活也看完了，各位今天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片段，感受如何？虽然石头看起来每天一副很废的样子哈，有点说什么就是干啥啥不行，其实他干的都很好。对，他把他专业做得很好，同时他确实营造出一种短剧跟真实世界虚实模糊的那样一个交错，会让大家会对这个品牌产生一个全新的印象。因为你看到他，你会想起那两个人给你带来的那个快乐。有人说这个毛巾有荷尔蒙。每次拿到那个毛巾，就听到二叔在那说哦 baby。我要矜持一点，我要矜持一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石头很厉害，就是制造业的产品能给你产生情绪价值，这个事情感觉是很划时代。谢谢小陆老师。我也觉得好像这几期都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把好好生活这个概念给它拓展得很多元。对，就是能感觉到每一个人其实除了自己熟悉的、舒适的那一块的好好生活之外，可能我们还是需要给自己保留一些可能性，说我的不同的朋友去不同的城市，还有各种可以在我生活里边引入的新的变化。今天这期看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自己各自的领域里面在闪闪发光，也都面临的这个年纪共同的话题，比如说催婚。叔叔阿姨你们就催吧，反正他们也不会听的。对。干脆不催，急也急不来，催也催不来，哎，不如摆平心态。那观察团的各位看完之后，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李岩除了和我在一起，在什么地方都能吃好玩，我就放心了。哇塞，很喜剧的反击啊，很前任的发言，就是在妈妈家长团这边用阴阳怪气这种方式来形容，太棒了。我好想看吕岩，就听到这段话的表情。吕岩，你拍点 reaction 吧，想看你这个面红耳赤。吕岩妈妈有吕岩一默，挺好的，我替吕岩妈妈高兴。谢谢。好，小子们在过了这么多元、丰富、精彩生活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家长，无论是等待着孩子回到家中，还是看着孩子在外面发展的越来越好，就是家长们自己内心也要找寻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那个区域。对，好，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我出生的时候，你看到我，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老鼠啊！看看这是谁？这是我爸。哇，好帅4月是吧？杀猪刀啊！这是你说的，我可能当你像魔鬼一样的叔叔也会像我一样做的。哇！叔，你会不会穿得太帅？我马上就是个垃圾，要被人捡下去了。蛮有自知之明的。谁在夹我屁股？不要！他这胜负欲都不要命了。我石汉成，就算爬死，也不跟你这个老头为伍。现在我感觉我得死了，股权就要发生变化了。你的股权还不足以撼动这个东西。啊，帅！潘冰不是有机会进入冬奥了吗？老师，你也是教过国家队的人了。对。才爬那么点2米，怎么这么累啊？我小臂爆炸了，我感觉这比攀岩累。哦，血吹我眼睛了。妈耶！不是干啥这么大的风，而且这个风很难琢磨，你知道吗？你烤串你得这么烤。可音现在可浮着呢。今天他但凡没被风吹走，我们就有下一次。风在想办法。在干什么呀？没事，我压在这里面呢，吹不走。我有点迎风流泪，背着风吃，它就不会吹脸。为你我受冷风吹。有好多东西在伤害我们呀！世界末日了。哥哥带你们写就会很快，最后4分钟。我不要，不要也得要。我想写，不想写也得写。
别跟我废话了，快点。徘徊。好了，可以了。啊好，什么意思啊？快来看啾啾耍帅，跟我爸一样很油。在警笛面前的九州啊，对，天道好轮回。我还想要那个，我喜欢这个，我也想要。乐高还有一个会飞的。对，不行了，没有，你的取消了。你告诉我一个解决方式吧，你为什么要偷看啊？哎呦，要哭了。一个人需要独自面对很多，更不敢停下来。其实我以前胆子还真的特别大，20之后1年有1年的变化。有人开始呕吐了，急救箱里有药的。我家那小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有家人在看，我本身也是一种求救。我当时很震惊，我所有局是不参加，没有意义，因为我是个淘汰选手，特别讨厌自己。暖风掀开新篇章，第11期准时上线，天天有看点，周间更有精彩花絮不定时掉落，记录少年们的闪光日常，惊喜不打烊。5月10日、5月11日周日、周一中午12点，EP11双更；5月12日周二中午12点加更第11期上线；5月13日至5月15日周三至周五中午12点，小子的未播花絮上线；5月13日周三中午12点，一口气看小子一诺篇上线；5月16日周六中午12点，小子的生活日记上线；5月17日、5月18日周日、周一中午12点 EP12上中双更；5月19日周二中午12点加更第12期上线。好好去生活吧，我家那小子呀！加入有超多福利的超品俱乐部，直通节目现场，抢看热门剧综，超多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近一步。升级会员，解锁更多专属活动与福利 ，V9更有专属权益。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我家那小子”，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带话题“我家那小子”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分享成长感悟。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途家民宿、婚礼季、百度网盘、闪送、讯飞输入法、映客直播、网易小蜜蜂。